女孩诗诗在一个男人面前着急地脱掉上衣，证明自己能做好这份工作。经理无奈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按摩不是看长相，而是看技术的。”90年代的澳门灯红酒绿，做按摩是不少女孩谋生的出路，因为这里的足浴点比赌场还多，而且都是清一色的女技师，不管老少，男人们总是乐意来消费，所以只要你技术够好，每月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。就像门口挂着的牌子，一技傍身，世界通行。诗诗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没有别的出路，打算做按摩师来养活自己。被拒绝后的她没有放弃，再三保证她会很用心去学习。经理终于同意了她，但必须先通过考核才能上岗。第二天来应聘的女孩们换上足浴店统一的粉色便服，负责教学的女人是有名的技师。一进房间，她随意点到了诗诗，让她趴下，诗诗乖乖照做。女人给诗诗背上铺上毛巾，手法娴熟地开始按了起来，开背、颈部放松、头部按摩，一套流程结束。女孩们还没整明白，只见女人后的收手离开，只让女孩们自己练习刚刚的手法，并告知1个星期后，只有得到了人世界的手势认同，才可以留下来工作。诗诗很珍惜这次机会，每次女人上课都十分用心听讲，课后也会拿毛巾帮人体练习，甚至偷偷去看正在工作的师姐，想要学习正确的手法。师姐面冷心热，表面训斥诗诗来不是学艺，但还是悄悄留了个门缝，眼神示意她好好看。就这样，考核的日子很快到来，给诗诗打分的正好是师姐的小姐妹。师姐递了一个眼神，诗诗的考核很自然通过。成功留下的第一件事便是选自己的号码牌。在店里，每个人唯一的标记就是胸口上的号码。诗诗特意去问了师姐的号码是18号，于是选了她旁边的号码19号。师姐对诗诗很照顾，不仅让她加入自己的姐妹团，平时工作上也诸多提点。在师姐的介绍下，诗诗很快接到了第一单生意。日子久了，加上师姐的带领，她很快就适应了，还有了回头客，人也渐渐开朗起来。姐妹团4人度过了快乐的时光。因为房东突然毁约，师姐接济了没有住处的诗诗。诗诗来到师姐住处，没想到人前光鲜亮丽的师姐，家里却垃圾成堆，衣服鞋子满天飞。但师姐一点也不受影响，钻进卧室倒头就睡。第二天醒来，师姐惊奇地发现家里变得干净整洁，甚至还吃上久违的白粥。她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。有了诗诗的监督，师姐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不少，但正值花样年华，师姐的私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。一不留神怀孕了，但她自己也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，反正也不想要，就不去纠结是谁的孩子了。她决定去打胎，刚躺上手术台，在外面等候的诗诗突然冲了进去，冲着师姐就走。她告诉师姐，堕胎很伤身体的，把孩子生下来吧，我们一起养。师姐喜极而泣，2个女孩相拥在一起。但产检时还是出了问题，这个孩子患唐氏综合症的风险很大，已经到了这个月份了，不可能临产了。于是2人跑到哪吒太子那祈福，师姐祈祷，只要她的宝宝可以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出生，她就愿意等10年8年的蜜
直到有一天，诗诗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师姐死去的消息，便决定回澳门一趟。原来师姐买了一份保险，可受益人只写了诗诗的名字，重回故地早已物是人非。从乐乐口中得知，当年师姐并没丢下孩子，反而盘下一间小店面，为了有更多时间陪孩子，而且每年都会带着儿子去大帽山，因为那有和他喜欢的人留下的回忆。诗诗知道那是师姐